那么怎样来评价宝马这个品牌的一个特质呢？那就是用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：坐奔驰，开宝马。那么宝马是怎么达成它性能与驾驶乐趣的一个追求的呢？第一个的话就是前置后驱的一个布局。那么即使有四驱车型的话，也是基于后驱的四驱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是说人与车之间的交流会比较丰富，车身的这个弯道的姿态会比较活泼。同时的话，我们会发现，就宝马的这个车的前悬特别短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就让整个车的重心更往后面移，也就是宝马所经常吹嘘的一个50:50的一个比重。这样的话，也让驾乘者大致落于车身的中部，这样的话会获得更平衡的一个驾驶感受。那么同时的话，在底盘上的话，宝马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征。那么它的一个前悬挂的话是麦弗逊，也被很多车迷所诟病。那么其实麦弗逊的话也是有它的一些考量的。麦弗逊的这个前悬挂的话，它容易获得更丰富的路感。这个路感不仅仅是来自于转向的路感，也包括车身。那么如果改成双 AD 的话，这个路感会大幅的弱化。那么类似的话也有保时捷的911，那么全系所有的话也是麦弗逊悬挂。那么宝马的另一个特征的话，就是它整车的这个低重心设计，就不仅是3系，包括5系，甚至7系，包括 X， 它整车的话从设计概念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融入了低重心的一个概念。那么这包括它的底盘，包括它的发动机的位置，包括引擎盖，甚至车顶窗沿的这些位置，我们都会发现它特别的矮。这也是宝马追求整车低重心的一些考量。那宝马的一个招牌的一个技术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就是说直列6缸的一个技术。那么从6缸车的角度，可能很多车迷认为 V6 的话会比较稳定，那么实际上的话 V6 是没有 L6 稳定的。那么直列6缸的话，它天生没有2阶的一个震动，就是它只有1阶的震动，2阶的震动是不存在的。这样的话，它在高转速的时候特别稳定。这也是宝马坚持直列6缸的一个取向的一个原因。其次的话，宝马的话独有的一个技术，它基本上目前所有车系标配的一个电子气门，也就是 Vivetronic 这个技术，它与我们传统引擎的这个气门技术的话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。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车型的话，它通过节气门来控制车的这个油门的大小，也就是说我要加速或者要减速的时候，我是通过节气门的打开或者关闭去实现的。那么宝马的话，它也配置有节气门，但它的节气门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全开的。那么它通过什么来调节车的功率呢？也就是它直接通过气门的行程。那这个气门的行程的话，可以通过0点几毫米到9点几毫米之间的一个行程无极可调，而且是非常迅速的。那么这是宝马独有的一个技术，目前的话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家品牌有用这样的技术。电子气门达到了以下几个好处。第一个就是它的油门响应会非常的快。那我们知道的话，对于我们传统车型的话，如果你在紧急加速的时候，那么至少这个进气量会先通过节气门填充我们的进气气管，然后才能够进到我们的气缸。那对于 Vivetronic 的车型不一样，它的气门外面就是大气，因为它的节气门已经全开了。所以说当我需要紧急加速的时候，通过气门直接就可以到达气缸，所以说它的延迟会特别短。其二的话就是说会让这个车的泵损特别低。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引擎的泵损？比如说用一个针头把它的这个针孔堵住，然后去拔这个活塞，那么会发现会有一定的阻力。那么同理，对于我们的活塞运动也是这样的。那么对于传统车型的话，因为有进气气管的产生，当我们收油的时候，节气门关闭，那么此时的话，活塞在里面依然在运动，那么它的行程是不变的，也就是它在产生一个大真空的一个状态。就为了实现这个真空，为了让气管里面产生真空，那么我们会消耗一些能量。那对宝马的车型的话，由于它气管里面跟大气是连通的，它仅只有活塞里面的一点真空，所以它的真空消耗会特别小。那么体现在驾驶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挂到1档，我们传统车型你加大油的时候它来得特别猛，但你一收油它会有强烈的顿挫，但是宝马这个顿挫就特别小。为什么呢？也就是它的泵损特别低。那泵损低的话，对这个车型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的话，就是这个车它转速乐于拉到高转，就它很容易就到达4-5千转。同时你4-5千转瞬间收油的话，它不会形成强烈的顿挫，也就是这所谓的它的动力总成非常顺滑。这其实也是因为它泵损低的原因。
同时的话，因为宝马的车型它的泵损低，以及这个 Vivitronic 的技术，那么它的气管里面的话跟大气是直通的，也就是它是没有真空源的，不像我们传统的车型可以通过进气气管获取真空，这也是宝马引擎的一个特点。那么到一些高端的车型，比如说我们以前的192 M3，它没有用 Vivitronic， 它受转速的影响，因为它高达8000到9000转了。那么它会用一个单缸的独立的节气门，也就是我们的 ITB 的一个技术。那么它8个缸，它就有8个节气门，这样的话，它也达到了接近于 Vivitronic 的一个技术。所以说，在我们的量产车里面，那么只有是赛车取向的车才会运用这个 ITB， 也就是单缸节气门这个技术。那对于我们的家用车的话，是极有罕见的去应用这个技术的。那么我们 Vivitronic 的话，还有第3个优势的话，就是它会很精密的控制这个车的转速。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？那比如说我们在怠速的时候，我们要踩到一个目标转速，踩到3500转，那么一定是把节气门开到一个目标的位置。但是受这个气管空间的存在，里面的空气要先填满气管，因此我们决定的油门幅度的话，只能是一个大概的值。也就是说，第一，我到达3500转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；其二，它到达3500转不会很精确，因为它本身里面是一个迟滞的一个系统。但 Vivitronic 不一样，它通过气门的大小可以直接动态的调整，而且调整的速度非常快。那么它到达3500转的时间一定非常快，同时它也一定相对精密。那么这样的好处带有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波箱换挡的时候啊，它会拥有更快的一个换挡速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换挡的话，我们的发动机我们都知道，在每一次换挡的时候，变速箱都会先切到一个空档，然后我们的转速达到目标的转速以后，然后再切到目标档，这是自动变速箱的一个工作逻辑。那么如果我们到达目标转速的能力越快，那我们的换挡的速度也就越快。那么我会发现，同样配置 ZF 的8AT 的波箱，那明显宝马车型的换挡速度也快，这也是因为 Vivitronic 它让我们的转速能够达到目标转速的速度更快，同时更精密。那么在哪种情况下，在降档的时候会特别明显？也就是我的车在3000转，我要降到4000转，甚至降档到5000转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宝马的车型它非常乐意降档，而且降档的时候顿挫特别小，这同样也是 Vivitronic 的一个功劳。那 Vivitronic 的话，在涡轮增压的时代的话，也给宝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涡轮的减少涡轮迟滞的话，是一个当前涡轮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麻烦。那么这个涡轮迟滞的话，就是说你必须把转速踩得比较高，空气流量比较大了以后，那么这个涡轮才会吹起来，那么我们的进气才会更大。那 Vivitronic 的话，它可以在我们小油门的时候主动的去打开这个气门，就是说明明我现在给的油门非常小，也就是1-2000转，但实际上它执行的这个气门行程特别大。这个是不可见的，也就是说是 ECU 在控制的。那么这个气门行程大了以后，进气量就增加，那就让我们的涡轮转速会更快的达到它的工作转速。所以说我们会发现，宝马的涡轮增压车啊，大概在1200甚至1100，它就已经可以输出80%的扭矩了。其实这也是 Vivitronic 在背后的功劳。那么到现在的话，新能源汽车的时代的话，宝马我们也知道也是比较精进的一个品牌。上一期也专门聊过，就是它 i 系列的一个运作流程，虽然到目前看不是很成功，但作为宝马这样的品牌的话，它后续的话如果去追赶特斯拉，去出一些纯电动的品牌，我觉得应该俘获不少的车迷的这个芳心，应该是困难不会很大。但作为现在的一个状态的话，就是说 BBA 的话可能都在有自己的一个基因来存在，那么宝马的话也确实相对的话也越来越向家用车靠拢。当然也不仅是宝马，包括保时捷也是。包括宝马的老板也直接提到，我们未来对宝马车型的一个预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宝马坐宝马。所以说宝马的车型从3、5、7现在也是越来越大，悬挂越来越软，路感也越来越模糊，也就是它整个车型的特质在慢慢的往奔驰靠拢。因为这个市场更大，追求舒适的市场远远大过追求性能与驾驶乐趣的这个市场，这个是显而易见的。